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幕如同一张压在小镇上的黑色幕布，鹿港古老的街道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愈加空旷。巷弄深处，老房子的木门发出轻微的吱呀声，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经历过的无数岁月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街角的店铺已经打烊，商铺的窗玻璃透过微弱的灯光投射出诡异的光斑，地面上漂浮着一层细碎的雾气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湿润的腐朽气息。鹿港，这个充满历史气息的小镇，仿佛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在这寂静的夜晚，悄悄蠕动。小林站在他父母的老宅前，微风吹拂着他的面颊，那股熟悉的气息让他有些迷茫。这里曾是他童年的乐园，也曾是他多年来的避风港。然而经过多年离开的日子，再回到这里，却不再是曾经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。随着父母的去世，家中留下的只有空空荡荡的房屋和一堆需要处理的事物。他按下了大门的门铃，门吱呀一声缓缓打开，仿佛等待他归来已久。门后是一个略显陈旧的大厅，旧式的木地板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响声，灰尘覆盖在家具上，透露出一股沉寂的气氛。小林深吸一口气，心底涌上一股不明的压迫感。这座房子似乎一直在注视着他。他将行李放到客厅的角落，四处打量着这间熟悉又陌生的房子。天花板的灯光透过脏旧的玻璃灯罩，发出昏黄的光，空气里似乎潜藏着一些隐秘的东西，静静等候着某种时刻的到来。小林不禁打了个寒战。这几个月来，他一直沉浸在工作的压力中，直到夜深人静时，他才不自觉地想起了鹿港。父母去世后的空虚感渐渐吞噬了他，他感到自己迷失在城市的霓虹灯和嘈杂声中，久违的家乡似乎成了唯一能让他寻回自我的地方。然而回到这里后，他却发现这个地方并没有带给他期待中的安宁，相反，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，像是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悄悄改变着什么。第二天清晨，小林来到市场买菜，街上的人们低声交谈，似乎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某种难以言说的秘密。他向一位熟悉的摊贩打招呼，摊贩是一个中年男子，年纪看上去有些老迈，但眼神却异常锐利。小林回来了，摊贩笑着说，目光稍微扫过他身后，听说你父母那边似乎出了一点事，最近你可要多小心点。小林微微皱眉，心里有些不安。出什么事了？摊贩只是淡淡一笑，没什么，镇上有些古老的事，你知道的。他摇摇头，不再多说。这话让小林心中涌起一阵寒意。自从回来后，他开始意识到镇上的氛围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般平和，每个人都像是守口如瓶，藏着一些无法启齿的秘密，而他仿佛成了那个不小心触碰到禁忌的外来者。傍晚时分，小林正准备回家，却收到了一份快递，包裹的外面用一层褐色的纸包裹着，显得格外普通，只有一个简单的地址：鹿港。小林先生，没有寄件人，也没有任何标识。他拆开包裹，里面赫然是一份整齐包装的肉粽，粽叶包裹得紧紧的，香气扑鼻，甚至可以闻到其中的肉香。小林皱了皱眉，想起了家乡的传统习俗，每年中元节时，村民们都会送上一些肉粽，用以祭拜祖先。然而他并不记得曾有人送过他肉粽，这份包裹的来源也让他心生疑虑。这时小林自言自语着，伸手拿起了其中一个粽子。那一瞬间，屋内的气氛似乎变得有些沉重，空气中的湿气更加浓重，仿佛能感觉到某种无形的压迫。小林打算把肉粽放下，但却在犹豫中慢慢打开了它。粽子呈现出一种异常的光泽，肉香更为浓烈，但却带有一丝微弱的腐朽气息，仿佛从另一个世界飘来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小林心中一震，头脑中的疑虑瞬间升腾。他没有再迟疑，拿起一小块肉粽送进嘴里，咀嚼的瞬间，一股冷意从喉咙深处蔓延开来，仿佛触碰到了某种禁忌。那肉的口感异常鲜美，但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异样感觉，好像不是人类能食用的东西。小林不禁打了个寒战，
迅速放下肉粽，望着那片铺开在桌上的粽子，心中一阵无法言说的不安。他以为这只是某种巧合，但随着夜幕的降临，奇异的事件却开始接踵而至。那一夜，小林的睡眠极不安稳，他辗转反侧，几乎无法入眠。每当他闭上眼睛，脑海中便浮现出肉粽那令人不安的味道，那股腐朽的气息一直萦绕在鼻尖，无法驱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疲惫的身体终于沉沉地进入了梦乡，但这个梦非但没有带来平静，反而让他更加不安。梦境开始时并不显得异常，他站在鹿港熟悉的街头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夜色深邃，灯光昏黄，街道上空无一人，只有微弱的风在空旷的街巷中游荡，带起一阵阵灰尘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了钟声，那种节奏缓慢沉重的钟声如同从地底传来，令人感到压迫和窒息。小林沿着这条空无一人的街道走着，脚步声在巷子里回响。忽然，四周的景象发生了变化，街道变得越来越陌生，似乎是被时间吞噬了的景象。街头的建筑逐渐变得破败，瓦片脱落，墙壁斑驳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味道。夜风带着湿冷的气息，吹拂过他微微发抖的皮肤。回家吧，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，回荡在他耳畔，声音柔和却充满威胁。小林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他猛地回头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他试图移动，却发现自己像是被某种力量固定住了，无法动弹。钟声愈发急促，周围的景象扭曲了，街道、房屋、空气都开始变得模糊。就在此时，他看到一栋破旧的房子矗立在不远处，窗户紧闭，黑暗中仿佛透出一丝丝不明的光亮。回家声音再次传来，变得更加刺耳而清晰。小林猛然睁开眼睛，汗水已经湿透了他的背部，他喘着气，胸口急促起伏。眼前的景象渐渐恢复正常，白天的房间依然静静地待在那里，然而那股压迫感依然未曾散去。第二天早晨，小林被邻居的敲门声惊醒，原来是隔壁的老王不见了。邻里的人纷纷议论着老王的失踪，大家都在猜测他是否又是被带走了。小林并未多加理会，然而心中的不安却始终挥之不去。昨晚的梦境似乎并非单纯的幻觉，梦中的钟声与那句回家的声音始终在他的脑海中回响。不久，镇上的长辈们也开始议论纷纷，老王的失踪似乎与镇上的某些陈年往事有关。有人说，老王最近一直神志不清，似乎在不断念叨一些奇怪的话语，甚至有时会在街头自言自语，讲一些古老的传说，提到鹿港的某些禁忌。老王的行为让人不禁怀疑，这与古老的祭祀仪式或许有着某种关联。听说他最近总在说肉粽有问题，肉粽已经送到门了，然后开始没头没脑地念什么咒语。邻居阿姨低声说，似乎每个人都尽量避免谈论那些让人不安的话题。小林的心头一紧，这话无疑勾起了他对昨晚梦境的恐惧。梦中那古老的钟声仿佛预示着某种古老的力量正在复苏。更令他不安的是，老王失踪之前的异常行为竟与他所吃过的肉粽产生了某种关联。带着不安的心情，小林决定去探访老王的家。老王的家位于镇子的另一头，临近一条狭窄的老巷，巷道两边的建筑多是古老的民居，墙面斑驳，门窗紧闭，给人一种封闭压抑的感觉。他走到老王家门前，敲了敲门，然而没人回应。他试图推开门，却发现门是锁着的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他突然听到屋内传来微弱的声音，像是轻微的脚步声。有人在吗？小林喊道。屋内的声音停了片刻，随即响起一阵低沉的咳嗽声。门微微开启，露出老王的身影。老王的脸色苍白，眼神迷离，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10岁。小林，你来了。老王的声音沙哑而微弱，我知道你也感受到了，是时候了，不能再等了。小林愣住，老王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与无奈。不能等什么？他不禁问道。老王低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缓缓开口，肉粽已经送到了，那个东西他已经回来了。话音未落，屋内的灯光忽然一暗，空气瞬间变得凝重，
仿佛有某种无法言说的力量在逼近。小林感觉到一股寒意从背后升起，心中涌起一种无法抑制的恐惧。回家吧。迎接祭祀，老王喃喃自语，声音低沉而诡异，仿佛已经失去了自我。小林的手不自觉地颤抖着，顿时明白，老王的失踪并非简单的意外，而是某种古老力量的召唤。肉粽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场无法逃避的祭祀，令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早已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小林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，他刚离开老王家，脑海中却依然回想着老王那句肉粽已经送到了，他已经回来了。那声音像一把尖锐的刀，划过他的思绪，令他无法平静。他回到了父母的老宅，心头的阴影愈发加深，仿佛不知从何而来的诡异气氛正在吞噬他的一切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屋内的光线昏黄，周围的寂静让小林不禁有些不安。他重新坐在客厅里，试图集中注意力处理一些事物，但他的眼睛总是不自觉地瞄向墙角的那扇老旧木门。那扇门看似普通，像是每个旧宅里都会有的门，但今晚它似乎格外吸引人的注意。小林能感觉到某种压迫感，从门后透出的一丝阴冷气息让他感到毛骨悚然。为什么这扇门让我如此不安？小林自言自语，走到门前，手指轻触门把。木门的表面冰冷滑腻，仿佛吸附了无数年轮的尘埃。就在他准备推门时，客厅内突然响起了一声低沉的咯吱声，那声音来自屋内的某个角落，仿佛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力量正在悄悄蠕动。小林猛地回头，却只看到一片安静的空荡房间，那声响并不剧烈，却足够令人感到不安。小林的心跳开始加速，他意识到今晚的房子似乎并不如白天那样安静，它好像在某种无形的力量下发生了变化，空气变得沉重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模糊不清。是不是我想多了？小林轻声喃喃道，试图安慰自己。然而他心头的不安没有减轻，反而愈发加剧。这时低频的音响再次传来，一种类似于风声的嘶嘶声，带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低沉音调。声音似乎源自地下，像是从墙壁的深处渗透出来的声音，或许是从这座房子的深层传来的某种暗示。小林走向墙角的储藏室，那里有一段石阶通往地下室。几个月前他曾下过一次楼，那时这里没有什么异常，可如今他却感到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推使他向下走去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地下室。地下室门口的台阶很陡，踩上去有种压迫感，仿佛每一阶都在提醒他不该走下去。然而内心的某种力量却使得他无可避免地踏上了每一阶。地下室的空气湿冷，潮湿的墙壁上布满了霉斑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的味道。小林点亮手电，光束在阴暗的空间中游移，墙角堆积的杂物和一股从未见过的异样气息，使得他产生了一阵强烈的冲动，好像自己必须找到某个东西，才能确心中的疑惑。他走向地下室的一侧，眼前出现了一扇锈迹斑斑的老木门。这扇门和客厅中的那扇木门极为相似，只是它更加古老，表面覆盖着厚重的尘土，门缝里透出一丝微弱的光，像是某种神秘的召唤。小林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门。门开的一刹那，他闻到了一股更加浓烈的腐朽味，那气味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。他走进房间，目光扫过四周，心跳越来越快。屋内的景象让他愣住了。房间中间的桌子上堆满了杂乱的物品，有一些古老的香火器具，还有破旧的纸张和木质小雕像。而在桌子中央居然摆放着一大碗肉粽，粽叶微微卷曲，肉香扑鼻。小林愣住，心中升起了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感。那个肉粽竟然和他之前收到的那份一模一样，这到底是什么？他喃喃自语，走上前去，仔细端详那碗肉粽。眼前的景象似乎一切都指向一个不祥的答案，而那个古老的神秘仪式正在逐渐揭开面纱。就在他低头观察时，突然一个声音从房间的角落传来，你终于来了。小林猛然回头，只见房间的一隅站着一个人影，模糊不清，身形扭曲，声音低沉，仿佛从深处发出，你被选中了，肉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
小林的心脏仿佛被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。你是谁？他声音发颤，人影缓缓走出阴影，露出了一张陌生的面孔，是老王。老王的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，似乎已经不再是那个熟悉的邻居。老王的嘴角微微上扬，那是一个让人无法言喻的笑容，既恐怖又虚弱。肉粽已经送到现在，是时候迎接祭祀了。老王的声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，带着一丝无法抗拒的力量。小林的眼前一片模糊，脑中一片空白。肉粽，老王，那个神秘的声音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向他逼近。他想要逃跑，却发现自己无法动弹，仿佛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固定在原地。你无法逃避。老王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。就在这时，房间的灯光忽然暗了下来，紧接着一阵刺耳的钟声响起，逐渐回荡在房间内。随着钟声的响起，小林只觉得自己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吞噬了。钟声逐渐加剧，像从远古时代传来的低沉回响。小林的身体如同被冻结一般，无法动弹，心脏疯狂跳动，脑海中浮现出一连串无法理解的画面，那些模糊的影像如同碎片般散乱。他试图集聚理智，想要挣脱这种无法抗拒的压迫感，然而头脑中那些不明的声音却逐渐充满整个空间。你无法逃脱。老王的声音再次传来，低沉而沙哑。小林能感受到那声音如同冰冷的手指，深深地按在他的心脏上。突然，他的视线变得有些模糊，房间的四壁开始扭曲，墙上的裂缝像是活物一样慢慢伸展，黑色的液体沿着缝隙渗出，滴答滴答地落到地面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空气变得越来越冷，仿佛整个房间都在与他作对，充满了不安和压迫。你为什么还不明白？老王的面容在昏暗的灯光下愈发显得诡异，眼睛空洞而深邃，嘴角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祭祀的时刻已经到了。小林浑身的汗水几乎浸透了衣服，他的胸口像是被一块巨石压住，无法呼吸。他深深地知道，这个梦境般的景象绝非偶然。自从他吃下那份肉粽后，整个世界似乎发生了改变。现在他才真正明白，肉粽并非简单的祭品，而是某种被封印多年的恶灵召唤的媒介。恶灵。小林的喉咙发出沙哑的声音，他想要问出更多的细节，想要知道自己到底卷入了什么样的怪异事件，但嘴巴却张不开，仿佛空气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吞噬他的声音。是的，老王的笑容变得更加邪恶。你和我们一样，已经是他的一部分。小林的眼前再次闪现出那张肉粽的模样，和梦中的画面交织在一起，变得更加恐怖和真实。那碗肉粽里面的肉似乎不再是简单的食物，而是一种诅咒的象征。它不仅是传统祭祀的象征，更是连接阴阳世界的纽带。小林，你听得见吗？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，带着一丝慌乱。别吃它。那是来自他父亲的声音，虽然已经消失了多年，但此时此刻却突然在他耳边响起，宛如回忆的幽灵。爸。小林惊愕的低语，尽管知道父亲已不在人世，但那个声音却是如此真实，如此熟悉。是我。父亲的声音更加清晰了。你不该回到这里。鹿港的传承不仅仅是仪式，更是我们无法挣脱的诅咒。肉粽是他的言子，你已经被选中了。话音未落，整个房间再次剧烈震动，地板发出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，仿佛整个房子都在反抗着什么。小林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，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在旋转，周围的墙壁扭曲起来，化作一片漩涡。这时，他突然发现，老王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，逐渐消失在空气中。一个模糊的身影从老王的背后浮现出来，那是一个身穿古老服饰的男子，脸上戴着苍白的面具。这个人影站立不动，但从他身上散发出的寒气，却让整个空间都变得冷冽无比。小林，回去吧。父亲的声音再次传来，这次更为急迫。你必须阻止他。祭祀只有结束才能结束。但就在这时，屋内的钟声戛然而止，房间的灯光突然熄灭，陷入一片漆黑。小林猛地睁开眼睛，
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客厅，四周依旧一片寂静，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然而他心中明白，一切并未结束。他的手指轻轻抚摸着桌子上的肉粽，仍然感觉到一股深深的寒意在其中游走。肉粽的气味依旧充满房间，而那股奇异的腐朽气息仿佛成了他无法摆脱的阴影。就在他想要退缩时，突然房门的外面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，缓慢而有节奏，仿佛有人在等待他。小林猛地转过身来，心跳骤然加速。他知道自己无法逃避了，无论他想去哪里，无论他做出什么反应，都已注定。开门吧！那低沉的声音再次回荡在屋内，带着无法抗拒的力量，像是一种无形的命令，指引着他走向那扇已经打开的大门。他迟疑了片刻，终于鼓起勇气走向门口。门外站着一个背影模糊的身影，似乎与他无关，却又与他息息相关。门外依旧是那股熟悉的肉粽的香气，但这一次他却带着一种不祥的召唤。小林，迎接祭祀的时刻到了。门外的空气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息，仿佛整个世界在这一瞬间都被拉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。小林的手微微颤抖，伸向门把，他的心脏剧烈跳动，脑中一片混乱，每一个细胞都在尖叫着让他逃离。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，门把在他手中沉重的几乎让他无法呼吸，那股无法言喻的力量像一根无形的线拉扯着他，逼迫他走向门外。他终于把门推开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门外并不是他熟悉的街道，而是一个昏暗的空间，四周的墙壁仿佛是由古老的石板堆砌而成，墙上镶嵌着一些破碎的符文，这些符文散发出微弱的光芒，随着他的每一步逐渐变得更加明亮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腐朽的气息，像是某种无形的力量正在悄然靠近。小林，你终于来了！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阴影中传来。小林猛地回头，看到一个身影缓缓走出，面容模糊不清。那人影身穿破旧的祭服，脸上戴着一副奇异的面具，面具的边缘雕刻着复杂的符号，看起来既古老又神秘。小林，你一直都在逃避。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带着一丝阴森的笑意。小林感觉到一股冰冷的寒气从脚底迅速爬升，直达心脏。他的身体开始变得僵硬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对他施加压力，意识逐渐模糊。他强迫自己集中精神，想要找到一丝可以逃脱的缝隙。然而那个身影越来越近，身上散发出一种压倒性的力量，仿佛来自另一个维度，无法抗拒。你不明白吗？肉粽只是一个引子。那个声音低沉而威胁，你已经被选中了，你无法逃脱。小林，回家吧。一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仿佛从远处传来，那是他父亲的声音，依旧充满焦虑与急切。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小林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重新回到了那间破旧的屋子，肉粽依然摆在桌上，而老王已经不见踪影。原本的恐惧和压迫感消失了，只剩下迷茫与疑虑。他低头看着桌上的肉粽，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告诫，记忆中一段早已被遗忘的信件重新浮现出来。父亲曾在信中提到过，鹿港的古老习俗中，肉粽并非简单的祭品，而是一种强大的象征。它联系着阳间与阴间，牵引着某种无法摆脱的命运。突然，他意识到一件事情，父亲曾在信中提到过，祭祀仪式的最终目的是将祭品送到另一个世界，而他早在几个月前就已被选中，成为了这场祭祀的祭品。我已经无法逃脱了吗？小林喃喃自语，眼前的肉粽仿佛变得更加真实，充满了不可言喻的神秘力量。他的手无力地垂在桌上，意识开始逐渐模糊，仿佛正在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吞噬。此时，房间内的钟声再次响起，声音低沉而急促，仿佛在催促着某个时刻的到来。小林觉得自己的意识开始分裂，过去的一切逐渐与现实脱节，他感到自己正被拉向某个无法言喻的深渊。就在这时，房间的角落里，那个模糊的身影再次出现，依旧是身穿古老祭服的男子。小林努力睁开眼睛，却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移动身体，
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。你已经准备好迎接祭祀了吗？那个声音低沉而悠远，带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威胁。小林的眼前一片模糊，空气中的气味逐渐变得浓烈，腐朽的气息充斥着整个房间。他的意识开始完全沉沦，而一切似乎都在他无力的挣扎中慢慢消失。祭祀的时刻终于到了。那个声音最后一次回荡在小林的耳边，带着一种深深的冷笑。一阵巨大的冲击力传来，房间的墙壁开始迅速崩塌，而小林再也没有力气去反抗。他的身体渐渐被吞噬，直到完全消失在那个无尽的黑暗之中。最后，屋内恢复了平静，肉粽静静地躺在桌上，而那张破旧的桌子依然坚固地立在那里。空气中的腐朽气息悄然消散，仿佛一切都回到了原点。而在鹿港的某个角落，另一个不知名的声音轻轻响起，一切已经结束。小林最终明白，无论他如何努力反抗，自己始终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。他是这场祭祀仪式的牺牲品，肉粽的背后代表的不仅是古老的传承和禁忌，更是对命运无法抗拒的顺从。